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语著。第540章，互相拖延。第二场的比赛与之前苏哲、韩小军的预测大有不同。开局以来，神殿战队就基本上没有在 Quake 战队面前占到什么便宜。野区被频繁入侵，3条线中至少有2条线被压制，更为尴尬的是，第1条暴君也丢了，这让神殿战队在经济上、经验上都开始处于极大的劣势。而这个时候 ，Quake 开始骚扰边线了。橘右京一个位移过去，被动配合2技能居合留人 ，Mike 的吕布直接被晕住，辅助张飞冲过来一招击退，对线的刘邦直接2技能过来配合打出伤害。不过 Mike 的吕布此时已经到了4级，4级之后的吕布打架虽然打不过，但是逃跑还是能跑的。直接一个大招给到防御塔后面，快速利用大招的法阵的减速效果逃跑，而且实在不行手里还有一个闪现捏着，绝对保证自己不会被 Quake 战队追死。但 Mike 可以走掉，防御塔不就没了吗？苏哲摇头道，吕布走的实在太草率了。而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，缺少了吕布的镇守。Quake 战队推塔简直易如反掌，神殿战队那边中路的小雅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支援，而打野的将军与辅助妖帝又在另外一边，无奈之下，神殿的防御塔直接被摧毁。在拿下了暴君之后，又拿下了第1座防御塔，现在 Quake 战队的经济非常好啊。解说剑南叹道，现在神殿战队如果不马上想出点办法来，这一局可能要变得很被动。而神奇的一点是，比赛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一血，双方打的都非常的谨慎，可以说是非常拘谨了。子豪道，接下来又是互相的试探，无论是 Quake 战队或者是神殿战队，似乎都没有继续向前一步的意思。Quake 战队就算是入侵野区，也只是浅尝辄止，收掉野怪后就不准备打团了。橘右京带着张飞快速撤退，毫不拖泥带水。而张飞则始终留着第1个大招，比赛转眼进入第5分钟，张飞却连1次大招都没有放过。这样拖下去，从阵容上看反而是神殿战队占优势。苏哲道，神殿战队里有孙膑，有吕布，有雅典娜。这个阵容拖到后期的话是完克 Quake 战队的。韩小军也点头道，没错，神殿战队就认定了 Quake 这种拖延的打法，所以在选人上直接将了他们一军。如果拖到后期， Quake 战队肯定不是神殿战队的对手，就算他们选的再肉也不行。所以 Quake 战队必须要利用拿掉暴君、拿掉防御塔的优势来提前发难，先强行叫团。Quake 战队毕竟是强队之一，他们也很快明白了自己的优缺点。很快，第2条暴君在河道刷新 ，Quake 战队开始毅然决然的开龙，拿下第2条暴君。Quake 战队对于神殿战队的前期碾压就基本形成，而一旦形成了这个优势 ，Quake 战队就可以频繁叫团了。而神殿战队显然明白 Quake 战队的意图，于是这一波团战他们没有错过。在 Quake 战队开龙的时候，妖帝的孙膑直接一个大招扔到龙坑内。前期孙膑的大招杀伤力虽然有限，但是沉默和减速的效果也足够让敌人难受的了。Quake 战队如同惊弓之鸟，连忙从龙坑内撤离，而辅助张飞则先手开团，直接变大朝着神殿战队冲去。神殿战队没有继续交战，而是立即撤离龙坑，强行打断节奏，给下路平稳发育的吕布创造时间。接下来神殿的孙膑和打野雅典娜就一直盯着龙坑，一旦 Quake 有开龙的意图，他们就过去骚扰。看到这里，解说不由得一笑，这不是上一场 Quake 战队的套路吗？骚扰拖时间，将比赛尽量拖到后期。好像是这样的，神殿战队这次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用同样的手段来限制 Quake 了。6分钟、7分钟，马上河道上要刷新暗影主宰了，节奏还是被神殿战队牢牢拖住， Quake 战队强行叫团也没有成功。韩小军哭笑不得，
真的是服了神殿战队，居然用 Quick 战队的方法来打他们。这场比赛要是这么打下来，那可真的要命了，估计又是奔着40分钟去了。苏哲道，但这种方法也的确管用。因为 Quick 战队一直以来打的都是这种拖后期的风格，他们本身的打法都已经成型了。尽管现在明知道他们应该尽早解决战斗，但思维里的惯性还是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拖时间。相对来说，神殿战队这边故意拖时间就更加轻松了，避开一场团战，骚扰一次野区就足够完成任务。等到比赛一超过30分钟，基本上就是吕布的表演赛了。后期的吕布恐怖之处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方天画戟一旦附魔打出来的每一次伤害都是真实伤害，拖到后期 Quick 战队必败。又过了半分钟， Quick 战队在暗影主宰已经刷新之后再次强攻暴君，神殿战队依然来骚扰。这一次 Quick 战队似乎是做出了决死一战的勇气，大规模反扑过去。程咬金冲在前面承担伤害，扁鹊和橘右京打出一波控制和输出。这一次 Quick 战队打得非常激进，基本上已经追到了神殿战队的防御塔下。一场混战之中，扁鹊的5层叠毒率先送走神殿战队将军的雅典娜。First Blood 听起来简直奇幻。比赛进入8分钟，一血刚刚诞生，但神殿战队马上就还以颜色。小雅的嬴政一波大招远程扫死橘右京，不过 Quick 的张飞与程咬金围殴孙膑，将妖帝的孙膑击杀。团战打到这里，神殿战队已经大规模撤退了，中路一塔让给了 Quick 战队。团战也以2换1的人头数宣告失败。但总体来说，神殿战队还是将这场团战的损失最小化了，毕竟以现在两队的经济和等级差距， Quick 强行团灭神殿战队也不是不可能。于是比赛继续，折损了橘右京的 Quick 战队只拿下了暴君，强行 rush 暗影主宰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全场比赛打到10分钟也只有3个人头，这也算是前所未有的奇闻了。看台上的舞姿不由得打了个呵欠，估计我睡一觉醒来，这场比赛还在继续。苏哲笑着点头，没错，双方就是准备打持久战了。Quick 现在反而不能急，越着急就越容易出乱子。韩小军点头道，没错， Quick 还是很有经验的，他们已经做好与神殿战队打持久战的准备了。两名解说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。看来这场比赛还是奔着40分钟去了。我打赌这场比赛有可能比上一场还久。下一次的团战已经是7分钟之后的事情了。Quick 推掉了神殿战队中路和下路的2塔，制造出非常好的视野之后，直接一波 rush 暗影主宰。但这一波偷袭还是被神殿战队捕捉到了，神殿战队及时过来骚扰。Quick 战队拼尽全力，终于在神殿赶来之前拿掉了暗影主宰，但强行拿龙的结果就是状态下降，技能真空。妖帝的孙膑抬手一招大招命中5个人， Mike 已经打出破军的吕布直接一招跳大，这一波配合堪称完美， Quick 战队5个人全部落网。痛不痛？几个血中。他们家这把打野诸葛爆发也很高，说还是保守点出中。大招已经好了，发起进攻。诸葛没落。藏好了吗？远处之
我这马可掏出来玩玩，补补位就行了。对线那种高手还是打不过的，这狄仁杰完全就不会玩。开始撤退。想从暗夜里赚钱，就要先融入它。泰隆啊，哥哥，藏好了吗？再给你一首歌的时间。卡隆开了吧，要不？发起进攻。哎呦，我他妈往前转就好了，给他换了得了，傻逼了呀！我的。要不我下波去把嬴政换了。但我又带的不是雷电。可以呀、上个月账单的最大开销。发起进攻。干嘛操！操！苍穹他也开了，没能量啊！这个装备，哎，请求集合。让我来玩一次。发起进攻。想从暗夜里赚钱，就要先融入它。
得了。干嘛呀？你去闪现吸他，他没有闪现。15%的移速和攻速，1.5秒后对400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眩晕。移速和攻速受损，低于初始值，眩晕0.25秒。可以做。可以，很帅。想从暗夜里赚钱，就要先融入它。能打吗？我操，这是真快！开始撤退。新面具，上个月账单的最大开销。现在马可一技能跟机关枪一样。偶尔也做做慈善。从不站着输出。想从暗夜里赚钱，就要先融入。发起进攻！大招已经好了，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发起进攻！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Killing spree. MVP 应该是打野的，我评分第2，有个银牌射手。